這不是一台為了刷參數而生的160瓦充電器，而是一次把工業級數字電源塞進消費級口袋的極限跨界。安克用這套平台證明了，當工程師決定不計成本的死磕架構底線，充電器也可以被當作藝術品來設計。各位大家好啊！這台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說實話是目前市面上功率密度最高的充電器之一啊。它在這個體積下做到的160瓦輸出，本身已經不是堆料能解決的事情。它的溫控在140瓦高功率的長時間輸出的前提下，依然能把溫度壓在一個可控區間，屬於穩得住、跑得久的那一類設計。也正因為這樣，它才更值得猜，不是為了看它堆了多少料，而是要看看在這麼高的功率密度下，它到底是怎麼把穩定性、效率和安全平衡起來的。接下來我們就從內部結構開始，一層層拆給大家看。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啊。首先是屏幕部分，我們要先加熱，把這個屏幕蓋板給它取下來。可以看到這個蓋板是用整張的雙面膠把它粘在一起的，確保這個蓋板的牢固性。我剛才從這邊試着撬了一下，應該這一個蓋板也是可以撬開的。撬開折疊插腳的蓋板，交流靈活線是一紅一黑的兩根導線連接到主板模塊上面，內部是大量的藍色的還有粉色的散熱硅膠填滿了的啊。這個地方還有一張麥拉片。先把屏幕排線斷開，把它拿出來。這個是隔熱的啊，防止充電器內部的熱量影響屏幕。陶瓷纖維隔熱棉。先把折疊插腳的螺絲卸掉，它一共用了4顆螺絲來固定這個折疊插腳。插腳連接處還用白膠進行固定，還要把這個充電口的面板給它摳下來，然後就可以用鉗子把模塊搬出來。整個模塊非常的緊湊，非常的小巧，符合石墨導熱貼。這個區域，這上面應該是有3片芯片的，用來散熱。模塊的背面同樣有一張石墨复合導熱貼，貼在這個麥拉片上面，為背面的芯片散熱。還有大量的耐高溫的絕緣膠帶，把這個模塊纏住的啊。這一塊灰色的是初次級隔離用的，這個地方還有一張隔離片。就這樣看的話，我就看到7片 PCB 來進行堆疊。我先要把它全部拆散，再來給大家看吧。這一堆粉色的、藍色的，就是我清理出來的散熱膠啊。然後清理以後，主板就是這個樣子啊。這個模塊化的設計就是做到極致了啊。基本上一個模塊就是一組電路，主板與主板之間，它需要隔離的地方都有這種耐高溫的膠帶和這種白色的陶瓷隔熱棉，把這些板子全部都包住。這個上面有2顆 NDC 熱密電阻，這個是用來檢測充電器內部溫度的。這一塊就是放在這個充電口輸出腳板上面，也是用來隔熱和屏蔽用的。初次級隔離用的一個麥拉片，一個灰色的塑料隔離片，這是我見過的充電器裡面最複雜的構造。先給大家展示一下這些模塊，然後再把它全部打散，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況。如果你以為這只是一台把功率推到160瓦的充電器，那麼你真的是低估它了。從外觀上看，它和市面上很多快充沒什麼區別，但是真正拆開之後，它的設計思路完全不是消費級那一套。它的高電能轉換效率以及長時間140瓦負載能力，都是可以在這套電路上找到答案的。作為安克 Prime 系列高端線的新品，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
這一整套電路架構並不是一塊電路在工作，而是被拆成了多個獨立的功能模塊，每一塊模塊都在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有的負責穩定輸入，有的負責功率分配，有的專門處理輸出安全，還有的只負責通訊和判斷。更誇張的是，每一個輸出口都擁有獨立的控制和保護邏輯，也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大腦管所有，而是像一個小型系統，每一路都能夠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執行。這也是它為什麼能在高負載、高溫長時間運行的情況下，依然能夠保持穩定。你看到的不是簡單堆料，而是一套被精心拆分、重新組織的電源架構。接下來看我分段詳細給大家介紹，看它到底是怎麼把這麼多功能塞進這麼小的體積裡。我們先從輸入端說起，這台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在 EMI 部分的思路非常明確，按適配器及標準，把干擾抑制和轉換效率優先放在第一位。第一道防線是來自東莞貝特電子的 6.3 安250伏慢容保險絲。6.3 安的規格不僅應對浪湧，更通過物理餘量確保了大功率持續輸出時的熱穩定性。貝特電子2003年成立，專注過流保護元件製造。隨後是兩級供膜電感結構，第一級是小型繞線式供膜電感，配合東莞微星電子的安硅 X2 電容，負責濾除高頻供膜噪聲。微星電子2010年成立，經營範圍涵蓋電容器、電器配件等產品生產加工。緊接着是一顆來自美國 MPS 星源系統的 X 電容放電控制芯片，型號為 HF81。這個芯片的作用是取代傳統的放電電阻，在符合安規的前提下減少待機功耗，這是高效率電源的細節體現啊。美國 MPS 星源系統1997年成立，專注於設計、開發、銷售模擬與混合集成電路。穿過第二級環形供膜電感後，就是本機的重頭戲——有源整流電路。這是在消費級充電器中除蘋果外極少見的配置。它選用了美國萬代半導體出品的橋式有源整流控制器4顆，型號為 AOZ7200CI。萬代半導體成立於2000年，專注於功率半導體器件設計製造。這4顆控制器分別控制着4顆來自江蘇杰杰微電子的 H652-090P 高壓 MOS 管，來代替傳統的整流橋。杰杰微電創建於1995年，專業從事半導體分立器件、電力電子元器件研發銷售。這種有源整流方案能顯著降低整流端的壓降損耗，從源頭上解決了高功率充電器發熱大的痛點。最後，電路通過2顆來自東莞晨曦電子的 0.82 微法薄膜電容，配合環形電感，組成完整的派型濾波網絡。晨曦電子2014年成立，專注於電子元器件生產與銷售。這套 EMI 與整流架構的核心邏輯只有一個：不計成本的守住效率和噪聲的底線。穿過 EMI， 我們進入這台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的核心能量轉換區。這套電路架構非常高級，採用了 PFC 加 HFV 混合半橋的組合，這在160瓦這個體積量級下，是目前效率與體積平衡的最優解。為了給主控芯片提供穩定的供電，電路先通過一顆南通三星電子的 FH 系列270微法25伏固態電容進行偏置濾波。三星電子1995年成立，以鋁電解電容器研發製造為核心的企業。隨後由杭州西力捷半導體出品的 SY7208 升壓 BOSS 的芯片，配合電感，為主控提供精準的供電。西力捷半導體2008年成立，專注於模擬芯片設計製造。這台機器的功率控制大腦來自德國英飛凌半導體的 XDPS2BF11。這顆芯片是高度集成的 PFC 加 HFV 2合一數字控制器，它不僅能實現高功率音速，還能精準驅動後級的混合半橋架構。英飛凌半導體成立於1999年，全球領先的功率半導體大廠。只要是市面上高端的電源產品，基本上都離不開英飛凌。在 PFC 升壓部分，開關管採用了英飛凌旗下加拿大 GAN System 出品的 GSD1623-N1 氮化鎵功率管。GAN System 是全球高功率氮化鎵領域的專家，被英飛凌收購後，其產品在工業級應用中表現極佳。PFC 整流採用的是2顆並聯的重慶評委實業的 PBE-S10J1 快恢復整流2極管。評委實業成立於1988年，專注於電源用半導體器件研發與製造。PFC 電感採用了外纏銅箔屏蔽輻射干擾，並輔以耐高溫膠帶的工藝。儲能濾波部分採用了3顆南通三星電子 FT 系列的22微法420伏高壓電解電容，總容量66微法，
僅為傳統160瓦約1/3的電容容量。緊接着，我們看到了主變壓器的驅動端，混合半橋 HFB 電路，這裡使用了一顆英飛凌半導體出品的 65D1414A， 這是一款集成了上下橋氮化鎵功率管的半球模塊。相比傳統的分立器件，集成化模塊的寄生電感更小，開關頻率更高。配合東莞晨曦電子的 0.47 微法諧振薄膜電容 ，HFB 架構能夠利用諧振能量回收，實現開關管的 ZVS 零電壓開關，從而大幅降低發熱。主變壓器同樣採用了極其嚴密的銅箔屏蔽工藝，整套電路從英飛凌的數字控制到 GAN System 的功率開關，再到山西、晨曦等國產被動元器件的配合，其設計邏輯非常的清晰，通過高頻化、集成化，在極小的空間內壓榨出160瓦的穩定輸出。隔離、同步整流及主控交互電路，這裡的邏輯分為兩層，一層負責將高頻脈衝轉化為平穩的直流電，另一層則負責這台安克智顯中 Pro 160瓦最引以為傲的數字化人機交互。首先是安全隔離，在初次級之間布置了4顆來自廈門華西安電子的貼片式安規外電容。貼片式設計相比傳統的插件，極大的節省了內部空間。華西安電子成立於2006年，專注於新型電子元器件的研發生產。反饋部分使用的是寧波群星微電子出品的1018光電耦合器。群星微電2018年成立，專注光電耦合器與光傳感產品製造，配合旁邊的樂山無線電出品的431基準芯片，構成精準的電壓反饋回路，確保輸出電壓穩定。樂山無線電創建於1970年，為中國最大的分立半導體器件製造基地企業。同步整流部分採用了江蘇捷捷微電的2顆 SH1207A 同步整流 MOSFET， 與之配合的是一顆美國 MPS 星源系統的控制芯片，適應為 CDGT， 應該是 MPS 最新的型號。目前市面上暫沒有公開的資料，應該是這套高效方案的核心機密吧。整流後的電壓通過4顆南通三星電子 FH 系列220微法35伏固態電容進行輸出濾波，4顆總容量880微法。接下來看這台安克智顯中 Pro 160瓦的大腦部分，這比普通快充複雜得多啊！為了驅動整機的主控 MCU 和藍牙模塊，使用了一顆南京威盟電子出品的 M16212C 線性 LDO 芯片進行降壓供電。南京威盟99年成立，是國內資深的電源管理 IC 廠商。在邏輯控制區域，我們還可以看到樂山無線電的431基準芯片，以及3400的 NMOS 和3401 PMOS 組成的輔助電路，負責精細的電能分配切換。整台機器的系統大腦來自上海小華半導體的 HC32F452，這是一顆基於 ARM Cortex M4 架構的高性能 MCU， 主頻高達200兆赫茲。小華半導體2021年成立，是華大半導體的核心子公司，前身為華大 MCU 事業部。為了配合這顆主控大腦，配置了一顆北京兆易創新出品的 GD25Q128E， 這顆128 MB 的存儲，用於存放系統 UI 界面以及你在 APP 裡面能看到的各種事實數據。兆易創新2005年成立，專注於存儲器、MCU、傳感器及模擬產品的研發銷售。人機交互傳感器搭載了上海海力創科技出品的 CST08C 觸控芯片，負責觸控反饋的交互響應。海力創科技成立於2010年，專注於人機交互領域的集成電路設計。還有一顆天津美星半導體出品的 MC3419 3軸陀螺儀，則是為了實現屏幕方向的自動翻轉。美星半導體成立於1999年，專注研發熱對流加速度傳感器技術。這一整套複雜的邏輯電路，配合貼在主板上的藍牙模塊，讓用戶可以通過手機 APP 適時監控電流曲線，自定義協議。可以說，這已經不是一台單純的充電器，而是一個具備感知和計算能力的電源控制終端。最後，我們來看安克智顯中 Pro 160瓦最硬核也是最複雜的部分——多口輸出管理與協議控制電路。首先是控制系統的供電，為了驅動複雜的主控單元，電路採用了西安托爾微電子出品的 TMI3492高壓 Back 轉換器，配合電感為 MCU 提供穩定的偏置電壓。托爾微電子2007年成立，專注高性能模擬及數模混合芯片研發設計。隨後經過南京威盟電子的 M16231A 線性 LDO 進一步穩壓。這一系統的核心 MCU 是來自美國德州儀器的 TMS320F2800，
這個芯片屬於德州儀器著名的 C2000 系列40 DSP 控制器，通常出現在工業電機控制或數字電源中。安克用它來做主控，就是為了實現 APP 內那種精細到個位數的協議自定義和功率動態分配。德州儀器成立於1930年，是全球半導體行業的奠基者。更誇張的是，3路完全獨立的 C 口電路，為了保證各口互不干擾，並支持複雜的協議定制，安克在每一路上都奢侈地配置了全套的隔離方案。3路電路每一路都擁有獨立的德州儀器 UCC 33420隔離電源模塊，為20側協議芯片供電，同時配合德州儀器 ISO 6520高性能雙通道數字隔離器進行數據通訊。這種全隔離設計確保了，即便在複雜的高功率熱拔插環境下，各路信號依然純淨無干擾。協議層面，3路統一採用了珠海智融科技出品的 SW2335H。智融科技2014年成立，是國內快充協議芯片行業的領軍企業。這個芯片負責主流快充協議的深度兼容。在功率執行端，3路輸出每一路都配置了2顆德州儀器的 LGM1205 半橋3級驅動器，組成2組半橋驅動鏈路，它們分別驅動由江蘇節節微電2顆 SL0403A 與重慶評委實業的2顆 055N04 HSL 組成的4開關功率級，圍繞着 2.2 微亨的合金電感工作，實現端口側的高效電壓變換與快速動態響應。為了實現精準的電流監測，電路還加入了江蘇潤時科技的 RS721XF 精密運放，配合 R003 取樣電阻，適時捕捉每1毫安的電流變化。潤時科技2014年成立，專注高性能高品質模擬混合信號集成電路研發和銷售。充電口輸出端由深圳微兆半導體的 VS03N04M 作為 V-Bus 開關管，配合47微法35伏固態電容，完成最後的濾波。微兆半導體成立於2012年，專注 MOSFET、IGBT 等功率器件。這裡的複雜程度已經完全超出了傳統充電器的範疇，更像是一個高度集成的數字電源系統。猜到這裡，這台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的底牌已經全部都翻開了。它是目前消費級電源市場裡極其罕見的重裝甲架構。總結下來，這套電路有3個絕對的亮點。第一，是極限的轉換能效，它沒有在成熟的方案上躺平，而是激進的採用了前端有源整流配合 HFB 混合半橋這套更高階的平台組合，把效率從一開始就寫進了電路基因裡。前端用有源整流把傳統整流橋最容易發熱的損耗直接掐掉，後端再用 HFB 把高頻能量轉換做得更可控、更高效，為高功率長時間輸出留出溫控空間。它追求的不是能用，而是在極致緊湊的體積裡依然能守住適配器的效率紅線。第二，雙 MCU 的極致數字控制，它沒有採用一顆芯片管所有的廉價方案，而是構築了雙大腦系統。德州儀器的 C2000 系列 DSP 專門負責高精度的功率調度，而上海小華的 F452 則帶着造詣創新的閃存，專攻複雜的 UI 交互與傳感器融合，同時兼顧協議統籌分配。這種功率與交互脫鈎的設計，確保了無論屏幕 APP 操作多複雜，底層電力輸出永遠穩如泰山。第三，極其複雜的獨立隔離輸出管理，為了滿足 MBUK 4開關功率級的伏地驅動需求，安克在3口輸出的功率級均配備了德州儀器的隔離電源模塊，還有數字隔離器，用於隔離驅動與隔離供電，保證高頻開關穩定可靠。配合3口獨立的4開關功率級與採樣運放，每一路都能夠獨立的閉環執行。多口拔插體驗由頻顯主控 F452、協議 IC 以及初級數字電源主控共同完成策略調度與功率過渡。端口側則由德州儀器 C2000 適時控制 MCU 負責輸出執行與快速響應。以上3點構成整個充電器的3層獨立運行的邏輯子系統，這是我最佩服的一點。第一層是前端整流與功率變換系統，第二層是主功率控制與 MCU 能量調度系統，第三層是 MCU 控制3路完全獨立的輸出控制單元。這種層次分明的分制戰術，讓它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充電頭，而是一套微縮的數字電源分配站。至於它的缺點，我盯着這一些主板看了很久，除了價格貴這一個槽點，在工程實現和用料邏輯上
我真的挑不出任何毛病。它不是給追求1塊錢幾瓦的普通用戶準備的，它是給那些對供電穩定性有潔癖、對工程設計有追求的專業用戶打造的。一句話總結，這不是一台為了刷參數而生的160瓦充電器，而是一次把工業級數字電源塞進消費級口袋的極限跨界。安克用這套平台證明了，當工程師決定不計成本的死磕架構底線，充電器也可以被當作藝術品來設計。好了，經過這一輪從外到內，從協議握手到徹底拆解的全方位審視，關於這台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我們可以下結論了。在之前的實測中，我們看到它近乎完美的表現，92到93的峰值轉換效率，穩如老狗的140瓦持續輸出，以及在手機充電負載下低至36度的冷靜殼體。當時我就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調教能讓一顆160瓦的功率架構塞進接近65瓦體積的軀殼裡還不翻車？現在的拆解給了我們答案。那種乾淨可復現的充電曲線背後是德州儀器 C2000 系列工業級 DSP 的適時調度。那種驚人的溫控和效率源自有源整流與 HFB 混合半橋對每1瓦能量的精打細算，而那種多口拔插互不干擾的穩定體驗，則是靠德州儀器數字隔離器和3口獨立電源模塊硬生生堆出來的物理壁壘。這台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證明了好的體驗不是靠參數堆疊出來的，而是靠極致的工程實現撐起來的。那麼這台賣的並不便宜的重裝甲充電器到底該怎麼買？如果你是高功率筆電用戶，尤其是單口需求在100到140瓦之間，它出色的熱控和長期的穩定性能保證你的設備在高負載工作時，電源永遠不會成為降頻的短板。如果你是多設備移動辦公用戶，想要一個桌面方案覆蓋手機、平板、筆電，它那種全隔離的獨立輸出邏輯會讓你告別拔插斷連的焦慮，體驗是無價的。如果你是控制細節的硬件發燒友，想要看透每一毫安的流向，想要極致的協議兼容與可控性，這款集成了陀螺儀、觸控和全彩交互系統的產品，就是目前行業級平台調教的標杆，沒有之一。因為它不是為了讓你看參數爽而生的，它是為讓你用起來穩而造的。安克智顯充 Pro 160瓦作為安克 Prime 系列的新品，守住了工程底線，也拉高了行業的上限。除了價格，它幾乎滿足了我們對一顆高功率桌面充電器的所有幻想。另外，給大家科普一下，安克 Prime 系列是安克頂級旗艦系列，每一代的 Prime 新品都用突破性的創新，重塑充電行業的性能標準與智能體驗。這一點，我們作為一個電子發燒友，必須給他點個讚吧。測試為了了解，猜是為真相，認真測猜，客觀輸出。我是離火測猜，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